这里是鲜活历史频道，今天我们聊天的对象是黄宁。就在98年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有其他工作的，但是当时看到呢，这个星巴克在当时北京最著名的一份报纸上，用一篇整篇的一个这个招聘广告。那个时候并没有咖啡店的，大家对咖啡并不了解，知道？所以有的顾客来了一看，我们也是洋品牌，进来就问我想要一汉堡。1998年，黄宁成为中国第一家星巴克的第一批员工之一，亲手制作并卖出了星巴克在中国的第一杯咖啡。届时，咖啡在中国还是个奢侈品。星巴克希望植根于中国，与中国共同成长。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黄宁在星巴克工作了26年，从值班主管、店经理到区域营运总监。如今，他负责星巴克中国华北大区的400多家门店。他一路成长，也见证了中国人对咖啡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情感。黄宁身上还有更多值得探索的故事，无数难忘的回忆。我们非常高兴与其对话，欢迎您，黄宁。谢谢谢谢。98年，可能当时中国的外企也不多哈，您当时是怎么加入星巴克的呢？就在98年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有其他工作的，但是当时看到呢，这个星巴克在，但是我记得好像是北京青年报，当时北京最著名的一份报纸上，用一篇整篇的一个这个招聘广告，所以看到这广告呢，我就很好奇，是一个咖啡企业到底是什么，用抱着好奇的心态去参加了一个面试。但整个在面试过程当中，这个面试官还有面试的这种地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种有企业的文化，这种对话，我感受到也非常不一样。另外，当时也当然，由于当时提供的薪资还是有诱惑力的，所以就选择去试一试的态度就加入了。因为当时我在酒店工作，也涉及到一些餐饮，但是专门做咖啡的，没有经历过，所以就是很好奇的态度想去看一看，试一试，没想到就一下就加入了。在那个时候，大家喝的更多的都是速溶咖啡，最早的有一些速溶品牌咖啡，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真正说这种精品咖啡或者用机器冲煮的现煮的咖啡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对咖啡并不了解，但是加入一个外企，在那个时候算是一个比较时髦的这样一个选择，所以当时我呢选择做这个行业，一个外资品牌的一个咖啡行业，都是又时髦又一个新鲜的，所以包括我自己，包括我家人对这个来说还是很支持的啊。在98年的时候加入的时候，我们对咖啡并不太了解哈，但是星巴克会给所有刚加入的伙伴提供非常完整的培训。包括对于咖啡豆的从生长到烘焙出来到如何制作每一杯咖啡，因为最早我们喝的都是速溶咖啡嘛，那会儿大家喝速溶咖啡觉得苦，会加糖啊、伴侣啊，你喝起来会更好喝一点。但是我们培训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本以为喝的是更好喝的咖啡，但实际上我们那会儿刚开始喝的，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会有不同的咖啡种类，那每种咖啡种类呢，因为从它的产地、加工方法，从而造就了它的口感、口味是不一样的。那你只有喝这种就是黑咖啡，它不加糖、不加奶这种黑咖啡，你才能品尝出它的这种特点。所以当时我们整个在培训过程当中，会每天品尝很多的咖啡，会喝很多的咖啡。刚开始真的不觉得它好喝，就是觉得苦，不同的苦，所以是蛮有趣的。但是整个有的我还好，但是我的当时有的伙伴喝一天下来都会像喝醉酒或者等等，就是身体会有一些不适，就蛮有意思，甚至有伙伴喝吐了。在星巴克这样一个外企工作的体验是什么？当时有所谓的中外的文化冲击吗？对，我刚加入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起一个英文名字啊，这点就是蛮有趣的，因为你在中国的一个企业里，你不可能叫你的领导叫他的名字，对吧？你可能叫他什么什么总啊，什么什么经理啊，对吧？但是在这个星巴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起英文名字，就不管你什么级别，大家都可以直呼其名，这点是蛮有趣的，这个是印象很深。所以在这里没有级别啊，还有就是加入之后呢，我觉得当时我们学的一些这个我们叫星级技巧，是给我印象蛮深的。比如说，我记得当时，我们就维护和增强自尊啊，就是倾听与应答呀，还有就是寻求帮助啊，
这个当然我们叫星级技巧，但实际上你说这几个非常简单的词，但是在如果一些传统的中国企业里面，不会把这当做一个培训的内容，或者说对于你一个日常工作中一种要求。但是我觉得这几点来说，刚才我说的这几点来说，就是蛮有这个特色的，外企特色或者星巴克特色的。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把每一个伙伴，我对你的尊重，或者说你要对我的尊重，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要重视每一次这种沟通，我要怎么去倾听，怎么去回应别人。这个不仅仅限于伙伴之间，同时也要应用于我们跟顾客之间的沟通，包括这个寻求帮助 ，ask for help。就是说，当你自己不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自己去瞎做，或者说去莽撞的去做，或者猜测怎么做，你完全可以去询问别人，然后不要害怕说这样你去问别人是对你自己是自尊是一种伤害，反而是你去寻求别人得到正确答案之后，可以让你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我觉得这几种最基本的一种核心的这种文化啊，它造就了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知道应该如何去工作，更好的去工作，可以让人与人之间，或者说我们伙伴之间，可以更好的这种去合作。这是我们在这里面大家互相不叫同事，不叫伙伴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第一批招募的伙伴肯定都是中国人哈，但是在给我们培训过程当中，会有来自国际的这个，包括比如说从香港啊、从美国来的这些伙伴，整个在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相处的非常融洽，那他们给我们带来一种非常具不知道是不是到底是国外企业还是星巴克这个企业特殊的这种文化在里面哈，就是我们总感觉到一种平等，因为在过去的中国传统企业里面，每个级别其实分的还是比较细的，比较严的，级别之间这个非常分明的。但是在星巴克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面呢都叫伙伴，而且我们穿的工服都是一样。不管你在这里面是值班主管也好，当然我们店里哈叫值班主管，叫门店经理或者更高级别的人，我们只要在店里工作，都是穿同样的衣服，都是穿同样的绿围裙，戴同样的名牌，所以这种文化当时给我感触非常非常深。因为我记得有几个从美国来的店经理，特别是他在我们要开业的时候来支持啊，星巴克中国第一家门店开业，他们过来支持，他们应该是第一次来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工作很忙哈，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机会说一起去玩怎么样，但是感觉他们对工作很敬业、很认真，同时从他们身上学了很多的这种技能。当然我们在私下里也会有机会带他们去品尝一些北京的美食啊等等，他们觉得很新鲜，因为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第一次来嘛，完全陌生的一个国度，他们对整个中国的这种文化呀、美食啊非常非常感兴趣，而且他们走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种人生经历。我觉得他们来不仅教会我们怎么去经营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同时通过他们来也让他们领略到中国那种文化，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收获啊，非常好的一种经历吧。您是星巴克中国第一家店的员工哈，能跟我说说当时开店的情况吗？当时我觉得在98年或者99年1月份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第一家店开在北京的国贸，北京的国贸就是当时是整个中国或者北京叫 CBD 区域的最高档写字楼，这里面汇集了当时在北京的最好的一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公司一些总部，所以我们开的这里面是这个精准定位当时的客群的，都是这一些对于生活品质有要求，对于咖啡有需求啊，然后他有这种经济能来消费的，来的大多都是可能在中国在北京的这些外国友人，还可能更多的一些有留学背景，他们对咖啡了解或者说喜欢喝咖啡的人，还有一些比较时尚的人士啊，当时比如说一些演艺界的人士等等，但是说对普通大众来说来的比较少，因为当时我们更多的还是喝速溶咖啡，不像现在有很多的咖啡品牌，大家都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当时喝咖啡除了星巴克之外，可能就是在一些各大5星级酒店里有种咖啡厅，在大街上或者说在其他商场里面，那个时候并没有咖啡店的，大家对咖啡并不了解，因为在商场里面旁边有一些其他品牌嘛，比如卖汉堡啊或者卖炸鸡啊，大家都知道，所以有的顾客来了一看我们也是洋品牌，进来就问我想要一汉堡。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当时菜单板上有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哈，大概就有几个最基础款的一个咖啡的种类，但其中一个最便宜的呢，我们叫 espresso，
它是比较浓缩咖啡嘛，就是一小杯一小份，所以它价格相对比较便宜。有的顾客来了之后呢，他不知道选什么，但是呢，他又不问我们啊，所以我没法跟他介绍，他就挑一最便宜的想去尝试一下。但那个时候呢，我们往往需要我们达成一共识，点 espresso 的这个顾客，我们一定要跟他解释这是什么啊，这是量很小啊，味道很苦啊，很浓缩呀，你要不要尝试啊？往往这介绍完了，哎，顾客就说啊，我想尝尝别的，不要这个了啊。您还记得自己做的第一杯咖啡吗？因为在那时候肯定之前我是不会做咖啡的哈，但是我们做咖啡其实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严格，因为星巴克对品质的要求非常严格的。现在在店里见到的咖啡机基本都是全自动的，但是那会儿我们是用手动的。手动咖啡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元素，比如说我们这种咖啡粉的研磨的程度，然后夯压的力度。然后每一次给它装上咖啡机之后，它的冲煮时间一定，我们那会儿用手动的 timer 计时器，它每一份咖啡出来一定是18到23秒这个之间的，我们才可以提供给顾客。那如果这时间不到或者超过23秒，这个就要给它倒掉重新做。所以每一次做咖啡，其实我们都是蛮小心的，因为一旦做错就要倒掉。我觉得倒掉呢，一个是我们心疼哈，这要是扔了这个东西；二一个顾客在那等着，但是我们对品质要求，你又不能提供给顾客，所以就是很着急。所以我们做每一份咖啡都非常非常小心。我记得当我们做第一个成品的咖啡出来给顾客的时候，其实出品的还是蛮开心的，因为这是我真正自己亲手做的第一杯咖啡，能给顾客。但是跟现在有点要求不同，现在我们可能会对每一杯，比如拿铁呀，会要求拉花，有一些拿铁艺术，但那个时候没有，所以相对来说那个时候的工作可能更简单一点。那时候的星巴克什么价格？卖的贵不贵啊？星巴克刚进入中国的价格，从跟普通人收入来说，我觉得肯定不算便宜的。对，我们最便宜的咖啡就是一杯黑咖啡要卖10几块钱，剩下如果加奶咖啡，比如拿铁呀，那会儿我们有卡布奇诺啊、摩卡，都要20几块钱。那会儿人均收入可能1000多块钱，大概可能是这样吧，所以可能超过它的超过这个多少？这个是百分之几？1000多跟十几20块，超1%，甚至2%的这种月收入去喝一杯咖啡，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贵的。所以那会儿星巴克算一个饮品界的奢侈品啊。如果在马路上你又看到一个人拿着一个有星巴克 logo 的杯子，在当时是一个最时尚的一个行为。我还记得当时在99年1月11号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我收的第一笔钱印象特别深，因为是我收的第一笔钱，但是那个金额是非常大。我记得是一位先生，一个男顾客，他购买了包括咖啡豆、包括杯子啊等等各种产品，要超过2000块钱。你知道现在说2000块钱啊，好像不是什么特殊的事，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只能这么说哈。当时这个先生消费第一笔这个金额超过我1月工资，所以这印象就特别深。我挺好奇的，就是当时老百姓去星巴克只是喝咖啡吗？还是会做点什么别的，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去你们店里？会有啊，当时我们在99年在星巴克刚开店的时候，那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当时非常著名的影视演员，也不好提他们名字哈，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影视演员啊，经常来我们的店里来去消费，所以你去星巴克就可以见到很多当时的明星，对吧？而且还可以见到当时很多后来成为互联网公司的大佬，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说啊，因为当时我在店里经常可以见到张朝阳，他几乎每天早上就来我们的店里去买一杯，当时我们叫 COD， 就是 Coffee of the Day， 买一杯黑咖啡加一个 muffin 作为他的早饭，然后他买了就再去工作。所以就是当时你可以见到这样，就是后来非常成功的人士在我们的店里。对，现在他们当然不自己来了，现在他们的消费都是派他们秘书来，我们也都知道是他们秘书来给他们买咖啡。对，因为我们在迪安，我印象还深的时候，我们会每周末会有乐队，啊，会请乐队来这个做线上的表演。当时一个乐队哈，我当时不认识他们，后来那个乐队的主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汪峰。对，当时他可能还不成名，但是他们组织那乐队叫鲍家街43号，他来我们店里就每周末来去唱歌，当时我们谁都不认识他，没想到后来他就成为了一个巨星。
所以从最早我们开店看到更多的是一种聚会，后来慢慢的会有一些商务的一些洽谈，可以看到他们在聊一些生意，聊一些工作上的事儿。后来慢慢的更多变成情侣的这种约会场所。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的朋友来中国，是一对情侣，完了他知道 Jessica 的朋友告诉我那个男生告诉我他想在中国给他的女朋友做一个求婚的仪式，然后当时我们就跟 Jessica 一起设计，就在前门店里给他设计了这个求婚仪式。当时怎么设计的，就是把他这个女士有很多他的亲朋给他写的一些寄语，包括他给他们俩的一些这种照片，我们给他张贴在当时我们星巴克有一个叫社区公告板上，我们把这些寄语这个照片都给他钉在公告板上，然后他的这个男士就带着女士来星巴克，就说买杯咖啡吧，我们去消费一下，到中国去喝杯咖啡，然后就不经意的间的就扫那社区公告板，说你看，这是什么？完了那个女士就发现，这都是什么？就是发现他的朋友给他写了很多话在那上面，然后就觉得很惊讶。那这个时候那男士就在公告旁边就拿出他准备好的结婚戒指，然后就给他单膝下跪向这个女孩求婚。当时那个场景太感人了，就是那个女生流下这种幸福的泪水，然后周边人看到这场景那种为他们祝福，包括鼓掌啊、欢呼啊，是非常非常感人的。现在我也发现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学生来我们店里写作业这也是，但是那会儿我们店里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东西，现在店里就没有了，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壁炉。那壁炉不是真的烧柴火的壁炉它就像美国很多那种家里面，它冬天会烧木柴取暖的那样一个设置，然后在这边周边会有一圈沙发，就当你坐在那个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一种温暖，感觉到一种在家的这样一种感受。然后我们也会定期的组织这些比如说爱狗人士来这儿聚会，他们可以带着他们自己的宠物来这个店里我们做一交流。我们会邀请一些比如跟宠物相关的专家来跟大家做一些讲座，做一些交流，甚至是组织他们做一些小狗狗的竞赛这样一种互动，造成就是创造一种这种社区的一种概念。就是星巴克它不仅是这种喝咖啡的地方，更是一个你可以在这里面来去体验你的生活，或者跟你有相关同样兴趣爱好的人可以聚在一起去聊你的兴趣爱好，去分享，去交流这样一个场所。我们给伙伴发这个就是咖啡券嘛，他可以邀请他的亲朋好友来这边，也确实看到说，这个伙伴非常孝顺他的这种家长，不仅邀请他的这个父母来，可能也有他的这个，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那对于这些长辈来说，他们可能真的是第一次进一个这样西式的一种咖啡店里面来去消费，所以所有这一切对于他们都是很新鲜的，他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点。当然我们有伙伴或者他自己的这个子女会给他点好，所以他喝的时候就是蛮新鲜，他可能没准是他的这辈子第一次喝星巴克的咖啡，也许他喝到的是他的孙子亲手做的一杯咖啡给到他。我每月我的咖啡券都会给我父母，他们都会到店里去经常去点，而且我的父亲喜欢喝口味重的咖啡，他每次就是我妈都会，比如他们俩要咖啡，我妈总会说我这杯咖啡少加一个 shot， 把那个 shot 加在另一杯咖啡里让我爸喝。在中国落地以后，星巴克是怎么从北京做到全国的呢？您又是怎么随之一路升职的呀？对，当时我们因为开店速度会比较快嘛，因为开了第一店之后，后面陆续就开了很多店。同年吧，我或者99年底或者2000年年初，我就有自己的第一家店了。对，那个不到1年就提升为店经理，关键。当时肯定很兴奋、很激动，但实际上你感觉到做一个店经理其实也蛮不容易的，因为管理的事情太多了。从每天的日常的营运，对于生意的把控，然后从订货到盘点，到客户的维护，到跟跨部门的一些这种支持交流一些互动都需要自己去负责。包括对于店里的实际伙伴，我还要去管理他们，帮助他们，因为他们也有这种成长的需要嘛，所以还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去成长。我们在那个时候呢，会第一批认证了一个本土的一些培训师
我就是很有幸成为了第一批被认证的这培训师啊，这样工作。后来在07年的时候呢，星巴克也是有了一些这个叫什么公司结构上的一些变化，因为当时在07年之前哈，我们在中国都是叫合作经营或者说合资经营，不是星巴克独自经营的。在07年的时候，整个星巴克它收购了当时在北京的这个合资公司，我们就属于全资的，属于星巴克的这个公司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重新回归星巴克全资的之后，我又去接管了当时在青岛跟沈阳的这个一些门店。所以当时我是在北京、青岛、沈阳3个地方10几家门店，每个月在这3个城市来回去飞，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经历。那时候我第一次去沈阳我记得是冬天，当时非常冷，沈阳是零下10几度吧，因为在北京从来没有那么冷过。因为一个工作原因，我去到一个那么冷的城市，就是当时我印象深的是我整个参与了我们在湖南省长沙市省会这个长沙嘛，第一家店的这个筹备工作，从前期的从选点呀，到前期的人员招募啊，然后第一家店所有的这种筹备啊，到第一家店的营业。当时整个西南区呢，包括比如整个四川当然还有直辖市重庆，还有云南，在北区的几乎所有的省市我都管理过。因为整个星巴克中国北区覆盖面就是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然后河北省山东省内蒙和东北3省整个这么大的一个范围，这些地方我都工作过部分省市的一共400多家店吧。所以在08年的那个星巴克跟这个 NBC 做了一个合作项目，就是 NBC 它是在整个负责北京奥运的北美的独家转播商，所以它有庞大的工作人员队伍，可能有上千名的记者工作人员。所以星巴克在那个时候跟他们有合作，提供我们的一些产品。但是在整个奥运期间呢，我们给这些 NBC 在整个北京奥运各个场馆、其他的媒体转播中心、物流中心、工作场地等等，我们会有7个服务点位，其中有2个是有人值守的，像开的门店一样，但是不对外经营。所以我在那里呢是这个项目经理在这里面，当时我们也是组织了来自于中国大陆和香港和台湾的，我们叫 Star Team 星级团队来去参与这个项目，在北京的这个就是给这些工作人员提供服务。我是负责管理这7个点位，以及这个当时有30-40个人吧，负责这个项目管理。当时我们因为北京奥运虽然可能是半个多月，但是从前期到后续收尾，实际上它可能持续了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但是这2个时间是非常辛苦也非常快乐，这2个时间几乎就没有休息但是也非常快乐，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有机会见到除了记者之外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朋友，甚至运动员，还有机会，因为我们那种证件要去到场馆提供服务嘛，当然我的证件也可以进到所有的场馆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赛，见到来自世界各地优秀运动员，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同时呢，由于我们记者会拿着我们提供的咖啡，所以我可以在很多奥运场馆里看到我这些记者朋友拿着我们另外的杯子是又非常开心、非常兴奋、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At this point, we would like to take a moment to tell you about our project. The period between China's opening in 1979 under Deng Xiaoping and the 2010 Shanghai Expo deserves to be remembered. We want to collect the memories that Chinese, Ame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made together during these times. We hope you will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to see many more interviews like this one in the coming weeks. If you too have a story that you think needs to be remembered, we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hear from you. And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U.S. Consulate in Shanghai for their generous support. Without their sponsorship, we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start this channel. 您有没有参观过海外的星巴克，比如总部？国外的咖啡文化和咖啡市场和当时的中国是不是很不一样呢？星巴克那会儿可能在美国也只有1000多家店，并不是一个在全球所有地方都知名的一个品牌，所以包括我自己虽然是星巴克一个伙伴受了这个很多完整的培训，但是对于星巴克在顾客心目当中是一种什么定位，自己其实心里也没有特别清晰，只是听到从我的上级或者从来自国外的这种伙伴给我的讲述一些东西，但通过一件小事我就让我有了更不同的一个认识。我记得当时有一天我在店里就是工作的时候，有位顾客
他想买咖啡豆，但看到这咖啡豆，我给他做了介绍之后，看了一下咖啡豆保质期、有效期、保质期不是保质期，我们是食品有效期。他是希望呢说，是还这个，当然有效期只剩了1个月了。他就说这个豆你们怎么只有1个月了，你还要卖给我？我当时觉得这很诧异，它既然还有1个月，它完全是符合食品安全的呀，或者说符合这口味是完全没问题的，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意见，或者说你这个会有这种反馈？我当然反问他，然后他就说，在美国的时候，或者在美国星巴克里，只有1个月的这个产品是不能够卖给我们的，因为我买到家了，我不一定马上就喝。所以，在美国星巴克，它一定是给我保质期时间非常长的，这样让我回到家有更长时间可以享受这个咖啡，不会让我自己有种顾虑。所以当时这个事情给我留下非常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在星巴克在美国在顾客心目当中、消费者心目当中，这种定位是一个非常照顾顾客感受、对自己品质要求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公司。所以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知道自己肩负着一个好像这个建立在消费者心目当中建立或者维护一个品牌形象的这样一个责任在这里面。对，我是2003年第一次去西雅图，因为那会儿还是在培训部工作，因为这个工作要求。我们内部叫 culture immersion 嘛，去那边去来自国际市场的，要去西雅图总部，做一些文化上的，或者说对于公司基本这种知识的这种了解交流。2003年第一次去美国，那次印象还是蛮深的，因为2003年你可能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但是很多人都知道是 SARS 在那一年发生了。所以我们从中国去到美国，当时 SARS 比较严重，到美国的时候，所以美国的同事也告诉我们，因为你们来自中国，虽然不一定你们就一定会有病毒但是也是我们为了保证星巴克在西雅图总部这些伙伴他们不会产生过多的担心，所以希望你们先在酒店先自我隔离1周，然后再去来公司参加培训。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建议或者说他们的要求也是合理的。所以但是当1周之后，我们去到总部，那错过了很多的培训，同时呢也错过了可能当时我们的创始人星巴克的这个CEO Howard 先生他是每次都会见一下来自国际市场的这些伙伴们的，我觉得当时非常遗憾，但是没想到我们第一天去到西雅图，这个总部的时候，马上就被安排去了 Howard 的办公室。就是我们2个人来自中国的同事，就是可以有幸去到 Howard 的办公室，在那里面跟他聊了10多分钟吧，聊各种，就他问中国怎么样啊，然后问你们这1周干什么了呀，觉得这边的生活还习惯吗？等等，我们也跟他聊一聊，他比如他当时可能是做什么呀，然后他当时好像还收购了西雅图的那一支 NBA 球队啊，这支球队啊等等，觉得就是因祸得福，没想到，所以他听了因为他也很关心中国。从很早开始，就是星巴克就把中国的发展当做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这样一个市场。当时记得去了他办公室，也看到他办公室里面有好几台电脑，蛮惊讶的，里面有各种的一些数据啊，一些当时看到各种这些表格，我也问的都是他，也大概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所以感觉他对工作是非常看重，而且他工作非常繁忙。那您会跟他说，咱们是不是希望在中国争取一点什么资源呀，或者我有什么想法呀，巴拉巴拉这样的？没有，那个可不敢自己要求，就是跟他只要求了有一张合影。因为我那会儿去美国的时候，告诉我们通过一个证件，你可以到那个西雅图的那个星巴克店里去领咖啡豆。当时我们还说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要去领咖啡豆？后来才知道，跟我们介绍说这是星巴克在美国的这个每个伙伴他的福利每个月可以我忘了领1包还是2包咖啡豆后来我们就回到中国，就发现为什么没有后来我们就才知道，在中国，因为我们很多家里并没有这种咖啡器具可以冲煮咖啡，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星巴克在中国就推出了给伙伴咖啡券
每个月提供免费咖啡券的这样一种福利，可以让这个伙伴拿着咖啡券，不管是自己还是或者说带着家人啊朋友去到门店里去享受一杯我们的咖啡。我觉得这个就是虽然跟美国不一样的这种方式，但是更适应中国的这种国情，都是对于一种星巴克伙伴的一种关爱。我觉得这个还是让我蛮印象深刻的。当时我去到美国的时候，还发现呢，美国首先啊，在美国的这个我们店里营业时间都非常早，可能比如6点多呀、5点多啊就开始营业了。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的我们的门店开业时间一般9点呀、8点呀就算早的了，就发现大家消费习惯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就是不一样。他们起得很早，而且他们早上起来之后就是有这种咖啡的需求。但是在中国，我们店里可能就是大家上班之后才有时间去喝咖啡。但是这后来在中国，我们也就学会了，慢慢去做了这种变化。当然也是消费者他消费习惯的变化，可能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的一种培育，消费者也从这个上班的休息时间去享受一杯咖啡，变成一早我上班之前就要喝一杯咖啡来去提神。所以我们的现在开业时间、开始营业时间也越来越早，从8点到7点半到7点。现在最早我们可能有6点甚至5点半就开始营业的门店，在我区域管理里面。对，在一些交通枢纽，我们甚至还有24小时营业的门店，在全天候的满足消费者的这种需求。这是我觉得是当时是印象蛮深的。另外就是当时在美国里，我们会发现卖的产品种类跟中国是相比来说更丰富。那个时候在美国，星巴克可能还卖唱片，卖衣服，卖玩具，卖这个新鲜的水果，比如卖一单根的香蕉，这是在星巴克中国是没有的这个东西。就是当时在美国，我觉得是可能在尝试各种多元化一种经营，但是在星巴克中国就是开始并没有做，比如说唱片，我们就一直没有在做这种尝试。我觉得星巴克在中国25年了哈，其中也做了很多尝试跟本土有这种相关的一些这种尝试，比如说我们在门店设计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国很多门店里面都有中国元素，包括在中国的古建筑里哈，可以看到有比如在北京的这种前门店，它就原来是前门大街1号店，实际上它原来是北京的一个老字号，酱牛肉。但是那个3层的建筑，它是有上百年，从清朝就有的。我们在这3层建筑里，它整个外形是没变的，从外边看还是一个古香古色的一个中国式的一个建筑。但是我们在里面做了改变，开了一个咖啡店。还有包括说像我们也提供了一些不同的产品。我记得当时因为中国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喝茶的嘛，所以我们也开发了这种茶饮，用一种3角式的立体的茶垫，不压碎，不会把这个茶叶压扁压碎的这种包装形式，来去做这种袋茶，在门店提供给这个可能想喝茶的这种顾客。同时呢，在星巴克我们还提供了这种一些更创新的在中国有的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我们叫 LTO， 就是季节性的特饮，来适应中国人的这种口味。整个26年来您见证了很多东西，星巴克的变迁，中国社会的变迁，您怎么看待这些社会的巨变？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我还没有手机，那时候在大哥大了嘛后来这手机就是那个时候还用 BB 机，所以那就是年代的产物。那99年的时候开了业，我当店经理之后才买的第一部手机，对吧？这是不一样的。而且那个时候照相都是用胶卷的照相机。我是在03年去美国时才买的第一台数码相机，而且那会儿数码相机，我觉得像素还买的当时还算不错的，才150万像素，你能想象吗？数码相机15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对，你觉得这个时代的变迁，就是20多年下来，这种时代变迁真的非常非常巨大的。对，在西雅图的咖啡烘焙工厂，因为那会儿时候我们星巴克虽然从全球世界各地采购咖啡生豆，但是都会运到美国的星巴克的这个咖啡烘焙工厂去烘焙。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所有的咖啡豆它烘焙之后再运到世界各地的销售的时候，咖啡品质都是一致的都是有保证的。所以当时我自己就想，什么时候
星巴克中国也可以有自己的烘焙工厂。没想到现在在去年这个梦想就实现了。我们在昆山建立了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叫星巴克烘焙整个一体的这样一个工厂，所以我们自己的在云南有中国产的咖啡豆，在昆山有自己的烘焙工厂，我们自己中国可以自己产豆、自己烘焙，然后自己在中国的门店去销售，甚至运到其他的市场去销售。我觉得这是让我特别自豪的一个事情。